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每到放假的时候，对自律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。放假前你信誓旦旦地说要跟没放假一样保持自律，要利用假期弯道超车，节后要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。结果一回家，还是抵挡不住各种诱惑，出于你而层林尽染，还得跟刘皇叔一样，因为你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，低估了环境的影响力和大脑的惯性。以我多年的假期自律崩坏症来看，你大概率会是这个样子。本来计划早起，但就像被床封印了一样，要不是憋不住尿才下床，都怀疑自己生活不能自理。本来减肥初见成效，但回到家，妈妈、奶奶、姥姥、二姑、三姨都嫌你瘦，再加上大鱼大肉不断撩拨，很快就放弃抵抗。本来养成了看书的习惯，但朋友一会儿一个电话，不是饭局就是开黑，带回来的书甚至都没拆封，一个个就像脱缰的野马，彻底放飞自我。假期结束又生无可恋，恨不得当场辞职，当场弃学。我真的没有监控你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死样子。统管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，不要不承认啊。我们也能发现，有些人确实用这个时间弯道超车了，不对，弯道领先更多了。他们怎么就能偷偷上进呢？家里也没图书馆、自习室啊，难道是偷偷没回家？今天我们就解开这个谜题，看看那些自律大神是怎么以不动因乱动，始终保持自律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假期为什么没法保持自律了。第一个原因，你没有一个重要而又可以量化的目标了。在学校早上5点就爬起来，可能是因为不想挂课或者要考研。上班也是一样，熬夜改方案，可能是为了升职考核或者年底奖金。掌控习惯一书中提到，要让自律形成习惯，必须要有奖励。这些目标要是达成了，咱们做梦都能笑醒，对吧？放假就不一样了。虽然我说要弯道超车，要让别人刮目相看，但是超谁的车，让谁看我什么，这些都不好量化，也无关痛痒。说白了就是自己意淫，对行动没有多大的刺激和引导作用。第二个原因是环境变了，你可不要小看环境的作用。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你要减肥，是不是要把家里所有的零食都藏起来，打造一个无诱惑的环境，不用每次看到都挣扎一番？做选择是非常消耗意志力的。另外，大脑有个特点，就是会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，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。比如你长时间在凌乱的办公桌上工作，大脑就会把办公桌的状态跟工作状态联系起来，让你更容易进入状态。再比如学习，你经常去图书馆、自习室，大脑也会在这些场合让你学得更高效。反过来，回家在沙发上、床上，这哪是学习的地方，只会让你睡得更香。每次切换场景，大脑都会重新适应一番。第三个原因是大脑更容易疲惫，好像有点奇怪，明明是放假休息，怎么大脑还更疲惫了呢？其实大脑有个部分叫预设模式网络，简称 DMN， 在我们专注做事的时候它休眠，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，这家伙反而比较活跃。它的作用就是胡思乱想，让你走神儿。咱们都知道，大脑重量只占身体的2%，耗能却达到20%，可以说是身体的油老虎。而大脑的油老虎就是这个 DMN， 它的耗能占到大脑总耗能的60%到80%。所以放假你发呆刷手机，大脑也会觉得疲惫，一累你就想放松，一放松就是发呆刷手机，无疑进入了恶性循环。在这3个原因的影响下，大部分人第一天就缴械投降了，然后安慰自己明天吧。假期过了一半，你开始后悔自责，再加上完美主义作祟，计划已经完不成了，既然烂掉了，那就摆烂吧。然后又安慰自己下次一定，下次还有下下次呢，对吧？所以你得这次一定，没有后路，要么干要么完蛋。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，让你在假期里也能自律上瘾。首先，你得给自己一个学习的环境，让大脑能够与学习状态联系起来。有些小伙伴选择在沙发上、床上看书，喝着咖啡，听着小曲儿，这能叫学习吗？养老也不过如此吧。因为这种情况，你的大脑就习惯性的保持放松状态，没办法很好的专注，效率自然也比较低。2小时就看了3页书，而且还记不住。所以在沙发上、床上就好好休息，然后找一个地方，比如你的书桌或者阳台，这个地方就是学习区。你甚至可以把房间分成几个功能区域，我就是这么干的。餐桌就是吃饭，沙发就是看电视刷手机，书桌就是学习。一个区域只干一件事儿，需要切换就换个地方。一旦区域划分了，大脑就会把场景跟功能联系起来，更容易进入状态。这里还有个小建议，如果你经常跟某个同学一起去图书馆，回家也可以视频连线，每天约定个时间，不仅能互相监督，遇到问题还能讨论一下。另外，如果你在学校看书的时候，习惯把一些东西放在旁边，比如水杯或者便签，可以把它们带回家，这些东西也能跟学习联系起来。环境有了，干扰也得注意，手机、平板通通静音或者关机。如果控制不了，就干脆上交，没准你爸妈先对你刮目相看，咱也做一回别人家的孩子。第二步是找到舒适的节奏。在学校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，比如下午下课去图书馆，晚上洗漱完看2个小时书。时间一长，你不用再每天看待办清单，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，因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节奏。这个节奏并不是你可以去记的，而是自律与日常习惯绑定在一起了。下课触发了去图书馆的习惯，洗漱触发了晚上看书的习惯，回到家也得这么干。你可以先定一个简单的计划，把自律与日常活动绑定在一起，比如一起床就去跑步，一吃完饭就去看书。
这样用不了2天就形成了新的节奏。不要小看这个方法，它可是形成习惯的4大要素之一，通过提示让习惯显而易见。第3步是换一种学习方法，就是不要把在学校里那套学习方法搬回家。在学校，大脑的自控系统可以战胜冲动系统，但回到家，种种条件都偏爱冲动系统，就让它膨胀起来了。所以很多小伙伴在家就是看不进去教材，这个时候就别硬来了，用一种缓和的方法与它共处。比如在学校学英语，你看的是教材，回到家可以看英文原版书或者无字幕的英美剧，既满足了放假的轻松，又达到高效的目的。第4步，不要苛责，大方的给自己奖励，不要想办法惩罚自己。放假这个事实你骗不了自己的，而且越是压抑，抵触情绪就越大。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爱吃糖的小孩，大家都在玩，偏偏你在学，这么乖的孩子上哪儿去找，对吧？奖励再多的糖也不为过啊。你可以自己夸自己，甚至可以膨胀一点，看看谁能像我这样努力。学霸也不过如此吧。找个伴互相鼓励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除了口头奖励，还能用物质奖励。看了一上午书，你可以下去买个甜点，这个奖励最好可以量化，而且最好比在学校的时候大一些，毕竟放假了嘛。最后一步，现在就干。再完善的计划都不如马上行动。咱们之前经常提到微习惯和1分钟行动法，就是不要被复杂的计划吓到，你完全可以不用计划，就从1分钟内可以完成的动作开始。你可以用1分钟关掉手机翻开书，可以用1分钟穿好跑鞋走下楼。人们都有保持当前状态的倾向，接下来该干嘛就像惯性一样，是自然而然的。你总不能再合上书打开手机，或者走上楼换拖鞋吧。这种小到完全没有压力的启动动作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助推效果。所以现在1分钟内关掉视频，找个学习区翻开你的书吧。当然你可以留1秒钟时间来个一键3连，这个就不要下次一定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